美国后院失控，尼加拉瓜授权俄军入境，但普京却没有了兴趣。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拜登政府为了与中国争夺影响力，刚刚在加利福尼亚州举行了一场备受争议的美洲峰会。因所谓民主问题，拜登没有邀请古巴、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领导人参会，却邀请了一些更为独裁的国家领导人。为表达美国主办排他性峰会的不满，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墨西哥、玻利维亚、萨尔瓦多等多个拉美国家的领导人拒绝参会。其实这么多国家不想参加，另一个原因是因为这场峰会缺乏干货。拜登对自己的后院拉美地区现在的政策是只有大棒没有胡萝卜。相比而言，拉美国家更愿意加入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这比美国的嘴炮要实在得多。纽约时报给这场峰会的评价是美国影响力的墓碑。美国组织的峰会最后因为拜登玩排他性的双标而搞砸了，等于是自己捅了自己一刀，让全世界都看到了美国外交技巧的缺失。然而更大的冲击波还在后面。没有接到白宫邀请的尼加拉瓜随即玩了把大的，该国总统奥尔特加授权允许俄罗斯派遣地面部队、飞机和军舰到尼加拉瓜进行训练、执法或开展其他应急活动。该国最近发布的这份文件显示，俄罗斯军队将获得同尼方一同训练并交流经验、军舰和军用飞机过境停留的权利。这份文件有可能在今年下半年生效。美国举办这场备受争议的美洲峰会，原本是与中国争夺在美洲国家中的影响力，谁也没想到美国的举动得罪了一大票美洲国家，还有可能将俄罗斯军队引入自己的后院。要知道，中美两国在南美洲的竞争只是影响力之争，并不影响美国的国家安全。而如果俄罗斯军队一旦出现在尼加拉瓜，那么就有可能会引发又一场古巴危机。然而令人感到不解的是，对于尼加拉瓜递过来的橄榄枝，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的回应却非常平淡，称这只是例行公事，因为同时允许进入尼加拉瓜的军队也包括美国、墨西哥、委内瑞拉、古巴和洪都拉斯等国。另外，扎哈罗娃也强调了不愿意开启新战线的想法。他说，拉丁美洲是一个和平稳定的大陆，破坏这种稳定和那里的力量平衡不符合我们的利益，因此这种信息没有任何空洞效应。也就是说，俄罗斯现在对于把军事力量渗透到尼加拉瓜并没有太大的兴趣。那么俄罗斯为何不接这个茬呢？首先，俄罗斯目前的实力有限，暂时要避免在美洲地区与美国形成新的对抗局面。俄军现在被旋入乌克兰战场，在非洲和叙利亚也参与了一些军事行动，因此他根本没有精力在与尼加拉瓜进一步展开军事安全合作。其次，避免迎合美国的将世界一分为二的战略。拜登现在推动的外交战略高举所谓的民主和人权，就是想把更多的盟友拉拢到自己的身边，利用盟友的力量维护美国的霸权。一旦俄罗斯选择与那些被美国定义为威权的国家站在一起，普京就上了拜登的套。美国要在国际社会玩意识形态新冷战，俄罗斯就偏不和美国这么玩。最后，莫斯科政府的上述表态也可以避免美国将美洲峰会的失败甩锅给俄罗斯。一旦俄罗斯介入拉丁美洲的势力范围竞争，拜登政府就会把美洲峰会的混乱局面说成是俄罗斯造成的，就像美国已经把国家的能源危机甩锅给普京涨价一样。普京涨价是拜登给俄乌冲突带来的能源价格上涨所创造的一个新名词。总之，美国举办了一场毫无意义的美洲峰会，非但未能团结自己的后院国家，反而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和离心离德的情况。中美两国在拉美地区展开的影响力竞争，中国虽然离得很远，但是我们完全有机会赢得胜利。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